這是我見過最牛批的荒野生存女強人。已經懷孕幾個月的她被老公狠心扫地出门，只能獨自一人在荒郊野外搭建房屋以求生存。這也是阿平被丈夫趕出家門的第11天了。在這個簡陋的庇護所，她每天都只能打地鋪睡覺，時間一長，地面的濕氣入侵身體，讓阿平很難受，頭疼腦熱成了家常便飯。阿平心裡清楚，再這麼下去可不行，為了肚子裡的寶宝，必須得想办法改善生活条件。於是阿平下定決心要用竹子給自己打造一張溫暖的床。說幹就幹，阿平拿起一根竹子在地上仔細地比劃着，以此來測量床的尺寸。隨後他找來工具開始挖洞，這些洞必須挖得足夠深足夠大，這樣做出來的床睡在上面才能穩穩當當。阿平的肚子隨着時間推移愈發明顯，行动也愈发不便了。生活的重擔像一座大山，壓得她有些喘不過氣，但她從未有過一絲一毫依賴那個酒鬼丈夫的念頭。她堅信，只要自己肯努力肯吃苦，未來一定能為孩子撐起一片溫暖的天空，擁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家。緊接着，阿平開始挑選制作床腳所用的材料。她在众多竹子中精心挑選出一些粗壯結實的竹子，這些粗大的竹子質地堅韌，有着出色的承重力。阿平心裡盤算着，也許只有用這樣的竹子，才能更好地打造出一張安全又穩固的床。處理好竹子後，馬不停蹄進行下一步搭建工作。阿平費了好大的力氣，才将竹子插入土洞裡面。這時候，床的雛形也漸漸顯現了出來。隨後，阿平走出庇護所，來到存放材料的地方，搬起早就準備好的樹幹開始操作。這樹幹將是床的橫梁。阿平仔細測量了一下樹幹的長度，然後拿起鋸條開始鋸了起來。鋸好後，阿平小心翼翼地將橫梁搬進庇護所，然後再穩穩地放在剛剛立好的竹子上。這尺寸看起來簡直完美，不長不短，剛刚好。為了讓床更加穩固，阿平在竹子周圍填上泥土，接着用工具用力地將泥土夯實，每一下敲擊都傾注着他對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令人驚嘆的是，阿平全程沒有使用任何現代化的產品，只憑借着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將床搭建得橫平豎直，絲毫不遜色於專業工匠。之後，阿平在橫梁上標出一些記號，然後手持柴刀精準地砍出凹槽，這些凹槽將是小竹子的落腳點。準備就緒後，阿平又搬來幾根稍小的竹子，將它們一根一根地鋪在凹槽上。看着阿平熟練的动作，誰能想到她竟是一位身懷6甲的孕婦呢？她的动手能力實在是令人欽佩不已。可阿平的創意還不止於此，他又找來幾根稍大的竹子，先將它們鋸斷，然後揮舞着柴刀對着竹子一頓輸出。每一根竹子都被他砍了数刀，看似毫無章法，實則暗藏玄機。砍完後，阿平雙手用力將竹子掰開，直到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阿平是要把這些竹子制作成床板，而且還是竹器两用的巧妙設計。不得不說，阿平不僅有一雙巧手，還有着天馬行空的創意。阿平將竹子上的竹節仔細削掉，然後站在竹子上，用自己的體重把這些竹子踩平，這樣處理後的竹子會更加的平整光滑，睡起來也會更加舒適。一切準備就緒，阿平将開始安裝床板。沒一會兒就將竹子整齊地鋪在了床的框架上。床板鋪好後，阿平將陪伴自己許久的墊子鋪了上去。很快，一張充滿愛與希望的純手工竹床就這樣誕生了。阿平迫不及待地躺了上去，感受着床的穩固。這一刻，他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。在這個簡陋的屋裡，他終於有了一張屬於自己的床。然而阿平不敢有過多的休息，短暫的喜悅過後，他坐了起來，陷入了沉思。片刻後，阿平收拾背上經常用的箩筐。阿平要出去賺錢了，他這次要去採摘一些什麼特色的產品拿來賣錢呢？讓我們一起期待阿平帶給我們的驚喜吧。